好，那个各位同学，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吧。然后这个我们后面呢就要开始这个陆续的组队完成大作业了。然后我们这个作业的这个题目我计划是围绕着关系表格学习来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呢，我们这门课呢是社交网络数据分析说白了就是图数据分析。然后在实际的应用中呢，那些图数据它的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应用场景大部分都是基于这种表格类加上它的这个图关系来做的。那么结合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后面呢就是以关系表格数据挖掘这样的一个任务来作为大家的这个大作业然后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完成这个你们的这个大作业呢，我们接下来呢会有那么2到3次课，然后系统性的来讲一下什么是表格学习，什么是关系表格学习。那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学习这个系列课程的这个第一节课，就是这个表格数据简介。表格数据呢，有些人把它翻译成这个tabular data， 也有人呢把它叫做这个 table data。这两种呢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图呢是大约来自这个40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考古发掘应该是在伊拉克的这个幼发拉底河那附近的流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石碑然后现在呢这个石碑呢是放在这个英国这个伦敦的这个大英博物馆上的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是以这种表格的形式来记录了一些事情，它的横纵就非常的明显，而且它的这个最上面那一行就是这个column name， 就是它上面的这个形式明显的和下面的这个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就体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表格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回想到我们这个当代，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格呢也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大家经常用的这个 Microsoft 的这个 Excel， 它其实就是一个2维的这样的一个表格对，因此呢这个我们一般会认为表格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高效也非常好管理的这样的一种数据管理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我相信就是在那个古代然后比如说一些重要的生产活动甚至是一些战争，他们都要统计一些这个人还有物财的这样的一个流通基本上也都是以这种表格的形式进行统计和那个保存的然后刚才提到了这个表格呢，有时候我们喊它叫这个 tabular data， 有时候喊它叫这个 table data。我们这门课呢，基本上就叫做这个 table data 吧，因为我们后面呢会去讲一些关于关系表格的内容，然后关系表格呢，如果我们要把它翻译呢，是吧？我们要么就叫做 relational table data， 或者叫 relational tabular data。然后我们实验室呢，有些时候会和工业界的一些人进行交流，
然后我发现呢，工业界的人呢，至少他们觉得 table data 读的比较顺口。那么我们呢，尤其是前面再加个 relational， 那我们后面这门课呢就统一的就是那个表格数据呢就叫做 table data， 然后关系表格数据呢就是这个 relational table data， 好吧？好，那么在这个现代呢，这个表格数据呢，它应该是更加的规范了，尤其是在这个计算机信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发展比如说这个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二维表格它基本上符合这种可以理解成简单到了极致了吧，就是它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表头它描述了这个表大概是干嘛的，然后呢它的这个每一列呢都有一个列的名字基本上就是第一行，然后下面呢是对应的这个列的这个值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二维的表格。然后这也是我们课要做，如果我们做这个表格数据分析，我们这门课上我们就在这种简单一点这样的一个表格上来做就可以了。然后更加复杂的一些表格呢，其实也是非常常见。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去看一些这个网站或者说报纸，它有的时候就会列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表格。比如说第一张表格呢它里面列了一些关于这个电子元件或者说一些 IT 产品的这样的一些属性，或者说按行来画的这样。他有时候觉得我把它，比如说同样的第一个产品呢，我只用一行来形容它呢不够有区分度，那么它这时候有可能给你用两行来表示同样的，它上面的这个列它也是，它可以它可以这个只有那么一行这种，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列呢，前面这个列图它占了两行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呢就属于稍微复杂一点的这个表格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复杂的表格呢，那反正复杂来说呢，它有可能就稍微千奇百怪一点。然后就比如说它的行列就不是那么明显对，然后这些这个复杂的表格呢的确是存在的，比如说存在一些文档论文然后网页一些报表里头都是有的，甚至是电子报表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呢，第一种这种二维的简单的这个表格呢，应该是这个最常见的，而且呢，实际应用中来说，尤其是在真实场景下的这种数据库，因为我们的数据总是要落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才能被人所使用。那么在数据库中呢，它表格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简单的二维表格的这个形式存在那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二维的这个表格数据。一般来说呢，我们就先假设在基本的这种数据库场景或者说是专业数据库这种场景它就是依托于这种表格数据进行管理那么一般来说呢，它有一个表的这个名字然后比如说这个表呢，它是一个关于这个学生的数据的表，然后第一行呢，一般就是这个 column， 这个它每一列的这个名字是什么？就是 column name。比如说，第二列呢，它是这个描述的是这个学生的这个名字然后呢，第三列呢，它描述的是这个性别，对，然后横着来看呢，它是它的每一行。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表每一行就相当于每一个独立的这个学生的完整信息然后行有列的这个交汇处呢，一般就是叫一个 cell， 就是一个单元格，它一般呢被理解成是一个表格中的最小存储单元有点像圆不开的那种感觉不能再分割了。
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非表格数据啊？然后这里呢，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这个表格数据呢，一般来说，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非常稠密的，而且是有那些具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可理解性的这样的一些属性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里总结的这个三条。第一条呢，就是说这个属性它的那个数目是可数的，因为你想啊，假设你不可数的话，你对于上面这个二维表，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列，所以说那你就没办法构造一个这种二维表。然后第二条呢，就是说它的每一个列呢，或者说每一个属性呢，应该是人可以理解的。我们继续看上面这个简单的例子。这里呢，它每一个列呢，它都有一个这个列的这个名字，然后呢，一般来说它都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你把它给彻底转化成表格的这个形式它这个彻底转化成这种矩阵的形式那么它这个矩阵应该是比较稠密的。你像这种，它是一个比较稠密的这个学生数据的这样一个表格。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来定义这个表格数据呢？我们这里可以找一些对比的这个例子来一块来看一下。我这里呢，我也是自己突发奇想帮大家这个找一些这个例子来做比较，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种文本数据，大家想一下，它是表格数据吗？应该不是它都叫文本数据了。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 attribute 的这样的一个数目，它应该是不可数的。就比如说，这个一般来说文本你想，我们假设要对它进行一个元素或者 attribute 的抽取的话，我们一般都是以单词对吧，甚至跟两个符号，甚至现在叫做这个 token。但是你想，这个单词的这个数目到底是多少？或者说，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打错字儿，对吧？甚至是不同语言，那么这种一般来说我们会理解成是由两个空格隔开的那个是一个单词，对吧？那所以说，如果我们打错或者加总，那么其实它这个数目是无穷的，再加上还有不同语言，还有不同的这个符号，所以说它其实是无穷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属性的这个数目是无穷的，它应该不满足。那么第二点呢，它的 attribute 是否是有意义的呢？我觉得应该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文本，它哪怕是个符号，我们也知道家里它是个符号或者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都是有意义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是否是一个稠密的格式呢？目前来看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单词表它应该是很大的，但是你给我一个文档，它里面用到的单词应该是比较少的。对，而且我想专门提一下，就是这里说的这个矩阵要稠密一点。有些同学有可能会想，那我矩阵稀疏，我是一个稀疏矩阵，其实我也是一个表格。这个道理上呢来讲呢，倒也不太好说它绝对错误。但是你想如果是我们从计算机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稀疏的表格的话，那其实你就不太适合用完整的这种表格的形式去存储去管理所以说我们这里呢还是更加的以从这种计算机方面进行处理，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处理和分析的角度来思考。那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数据，就是这种音频数据。这个就是一段话，但是你想一般来说，一段话你存在这个电脑里它是一个文件，对吧？什么点什么音频文件，它一般来说它是一个进行一个它有时候会用这种连续的来表达，有时候会用这种离散的来表达，对吧？
所以说呢，它这个属性呢，它也是就看你进行这个表达或者说叫做编码的时候，你是怎么定义的。所以说它这个属性应该就是什么样的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数目呢也是不可数。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它这个属性是否带有什么含义呢？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含义的。同样的，就是说，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它的矩阵形式是否是这个稠密的。这一点呢，我倾向于认为它是稠密的，因为我们是一般来说我们会采用一个比较固定的这种编码，或者说是一个相同的这种采样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的话，那你的确是可以让它的这个矩阵形式上变得稠密。好，第三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数据，是这个 imagery 图像数据，imagery。然后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它的这个属性的数目是否是可数呢？首先我们想，你给我一张图像，那么我放在这个电脑里，它是有些什么 JPEG 这个存储格式，对吧？然后如果说我们要进行分析的话，我们读进来，就我们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些相互点。比如说这个呢是64乘64的这样一个图片，然后假设它是灰度图，那它应该的灰度值呢应该是0到255。如果是彩色图呢，比如说它是 RGB， 3个通道，分别每个通道都是0到255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它这里面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面的这个属性的这个数目呢，首先我们来想，如果它是单张图的话，那么它的每一列它其实是竖向方向的这个值那么如果是我们用1行来代表这样的一张图像的话，它应该其实把它从一个矩阵拉成一个向量，对吧？那么拉完之后呢，它上面的这个每一列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坐标值。那这个坐标值呢，它不同的这个图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给我一张图像，给我其他10万张图像，它有可能这些图像大小不一样。所以说它这个属性的这个数目啊，其实也是可以成不可数。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它这个属性是否是有含义呢？因为它这个属性呢，基本上描述的就是它的行业的值，所以说你很难说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种语义另外呢，我觉得它唯一满足一点就是说它的矩阵形式是非常稠密的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一张图像呢，它应该是每个点上都有相互值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图像。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近些年呢，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呢，出现了很多这种自描述的这个数据，比如说这个 JSON， 比如说XML， 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打开那个文件之后，比如说就用记事本打开了，然后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呢，它是一种用有点像黑白六的那种形式比如说这个是描述的是一个流程，那么它有可能是 ID 是什么 ，A 值是什么，有可能兴趣爱好是什么，它会给你写上然后我们这里呢就简单把它统称为自描述的这样一个数据首先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属性的这个数目是否是这个可数的呢？显然它是不可数因为你这种自描述你可以任意的加，就像XML，只要加一个这个能够匹配的这种 item 的这样的一个 tag， 把这个 item 加一个名字，然后就可以往里面加另外一块呢，第二块呢，就是它的属性是否是有含义呢？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有含义的，因为这是一个自描述的这个文件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矩阵形式是否是稠密呢？目前看来应该是不稠密的，因为你这种自描述文件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的灵活性。这个说白了就有点像你把一个稀疏矩阵不是用这种全矩阵来表达，而是用这种那个就存在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描述来表达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矩阵形式应该
这个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几类的这样的非表数据。当然有可能这个我这里举的例子不是特别的这个恰当，因为这现在也是一个比较 open 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给表格数据呢加上关系啊？这其实也是我们这门课的一个比较核心要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首先我们回忆一下，就是说大家计算机类的这个同学啊，一般都会上一门课叫做这个数据库，就本科生，甚至有的课程直接就叫做关系数据。然后这个关系数据库呢，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然后也是非常实用也是占了这个市场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数据库的这个产品。它大概呢是在这个1970年由图灵奖获得这个美国他定义的这样的一套关系代数，然后慢慢的就有像这个伯克利的 Michael Blake 他们进行很多的这种开发和实践，然后逐渐从这个70年代一点点发展成熟到各个地方都在应用这样的一个产品。它这种关系数据库呢，它其实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通过给用户这种关系表格的形式来保留存储这样的一个数据比如说这种形式，用户呢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他自己手里的那些数据以及数据之间的关系。而且呢，它这里一定是以表格形式的，因为呢，它的表格呢是非常简单非常好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它另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提供了很多如何管理这种关系表格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算子，或者说操作方法。比如说像就是说白了就是以 circle 与 cube 作为代表的形象，大家估计应该都学过一些典型的 circle 比如说 flag insert 之类的查询插入还有删除之类的。通过这两个这个功能呢，其实它就让整个这个关系数据库呢变得比较好用，比较实用。然后目前来看呢，关系数据库呢是最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这也是这个在绝大多数的这个 IT 场景下，其实都是在运作这样的一个，它底层都是一个关系数据库的运作。这张图呢是来自 DB Engine 这样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它是专门统计这种各类数据库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场景以及这个占有的时长率然后它的一些这个开发者的这个用户规模这样的一个网站。然后呢，这张图呢是25年2月份从网站上找。然后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关系数据库呢，它仍然是占到了整个数据库行业应该是72%左右的这个市场规模。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好好研究一下，在这个关系数据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这种关系表格数据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然后好，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这个关系表格，它应该是长什么样的？我们仍然是以这种非常实用的关系数据库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单个表。然后一般来说呢，在关系数据库中呢，每一个表它都有一个主页，
然后呢，另外呢，这些这个表格呢，它会有一个外界啊，然后这个外界呢，一般都是这个另外一个表格的这个主件，然后这些表格呢，通过这种主外件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也就是说白了，也就是这种关系，然后来描述这个不同的这个表格之间啊它们的一些联系。另外一点呢，这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大量的减轻这种数据冗余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比如说在第三章讲，是吧？我要找这个 foreign key 的一个样本，它的内容，我不是在我这张表第三张表中找到的，而是我基于这个外界直接找到它自身的这张表内容这样一块，这样的话呢，这个数据冗余就大大降低了。当然呢，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先看一下这个关于数据库的那一套基本的这个理论，然后它应该是有这个关于数据库什么一范式、二范式、三范式，它是最基本的三个范式。基本上来说呢，等你遵循了这样的一个三范式之后，这个数据的冗余还有这个数据管理其实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形式。好，我们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以社交网络这样的一个场景上来思考，那么我们这个数据呢，到底是放在图数据库上呢，还是放在这个关系数据库上呢？有一些人呢，他有可能倾向于放在这个图数据库上。说白了就是说他在里面会构建一些这个节点和边这是有一些公司的这个选择。然后还有其实也是更多公司他们倾向于把这个数据仍然是放到这种关系数据库中来因为呢，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集的这个场景然后我们呢可以用一张表呢来放这个节点的信息，就左边这张表。然后呢，它主要是很好的描述了每一个节点以及节点上的一些这个信息比如说一些属性，当然我这里没有列。然后另外一个表格呢，我们是可以这个就是用来描述这个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比如说这个起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然后它们这个边上的这个权重或者说这个开销类似于这种边上的属性它是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有个好处呢，就是至少是它相对于图数据库，它有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关系数据库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产品，它在各类数据管理的问题呢，它有比较成熟的这个方案它不像这个图数据库呢，很有可能它新生一点所以说它的这个效率就图数据库的效率或者可用性的保障，它是不如关系数据库的。然后另外一块呢，也是有很多人用一些这个实验或者说理论上进行过分析这一类的这种就是哪怕是在社交网络，你把它存到关系数据库中，你进行查询分析，然后甚至是做一些推理它的速度仍然是可以优于这个图数据库的当然这个呢也是处于一个仍然在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一个场景呢，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最常见的场景有点像这个一些电子商务这种场景然后这类场景呢，应该是主流的或者说是主要的这个信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说像各位同学的这个数据像在这个学校的这些数据比如说是你们的这个学号、姓名这些基础信息，还有你们的这个成绩，还有就是你们选了什么课然后这些数据，甚至是你们有没有选什么，有没有定什么体育场地这些都是存在这种关系数据库，以这种关系表格这种多表之间的这样来存储的。好，那么
对于这个表格类的数据啊，它里面一方面是有它数据本身的这个内容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它上面会有这个 metadata 啊 metadata 是什么呢 ？metadata 呢一般被认为是描述数据的数据啊，它不是数据本身。我们还是以看例子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这两张表呢，这个蓝色这部分呢是这个表内容本身啊，比如说这是这个雇员的这个 ID， 然后他的名字，然后呢这是一些其他的信息，还有最后一列呢是这个部门的这个 ID。那好，那你像这个 metadata 呢，就是说，哎，这个列呢，它叫什么名字啊？这种呢，它其实不是这个数据本身，而是它是用来描述这些数据的。然后我们看，你像这里呢，比如说第一个这个 employee ID 呢，它呢一般来说它具体是什么呢？它一般呢会有一个这个数据类型，比如说它是 int， 然后有可能你还会写它是一个这个表格的这个组件，对吧？然后其他的也都一样。当然这里呢，我只是列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例子这是一张表它的数据和 metadata 的这个区别对于这个比如说这种metadata 呢，它针对于的对象是什么？它应该是有不同的类型的这个 metadata。比如说你对于这种 table level， 那么它同样的有这个 table name， 它也是个 metadata。然后呢 table size， 比方说它有多少行，或者说它这个 table 它有多大然后甚至是一些它的这个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外件或者说主件的关联关系，它其实都属于这种 metadata 就看你这个人怎么帮你定义了然后呢，对于这种列的这样的一个，从列的角度来说呢，你像列的这个名字列的这个数据类型之类的，它也都是对于这个列的这个描述呢其实是列的 metadata。所以说呢，这个 metadata 它其实有很多然后呢对于一些这个典型的这些数据库这些产品呢，他们都会提供这种metadata 的这个存储和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当然了，然后我们如果是做这种表格类数据的这个分析然后呢，一方面呢要很好的利用这个数据自身的这个内容，另一方面这种 metadata 其实也是应该酌情考虑的，尽量能把它利用上比如说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上一个例子中的这个列的这个名字它其实就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语义信息。那对于这种表格类数据呢，一般如果我们在分析之前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数据的这个预处理我们这里呢就简单介绍三种场景下的这个典型的这个预处理的方式。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空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填充应该说是空这个单元格数据的这个填充一般主要是指这个表格数据内部它的某些格子上某些 cell 上它值是空的，这个呢应该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大家经常去一些这个网站上，大家有自己的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是吧？我们可以自己填，比如说生日身高体重当然这个都可以填，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怎么填，或者说呢我们忘了填，或者说我们觉得里面的要填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有可能酌情的填那么一两个，我们就不填了。那么对于这个数据分析尤其是表格类数据分析呢，最好呢就是你能够对它进行一个空的这样的一个表格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或者说叫做一个填充。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
格的这样的一个填充是一个很经典的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人在研究啊。然后我们这里简单也介绍一下其实这种空单元格的填充它有2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比较消极的这个方法说白了就是你直接给它删掉就行了。这个呢是最消极的方法。比如说你这一行只要有一个空，那你就删掉。那么删完之后，你的这个数据不就变成了一个很规范，是吧？然后不包含任何空数据的这个好数据，你就能进行这个分析了。还有些人呢，他说那干脆我就不做预处理，或者说我干脆给他放一个这种这个标志比如说我用 NaN 这种方式是吧？然后呢你就往里面填充一下，然后呢丢给后面的这个做那个 AI 或者说做这个数据分析的人，他们后续再解决了，这也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方法。然后还有一类方法就是比较积极的或者说比较激进的一个方法，说白了就是你用某一些这个设计某些这个方法或者策略，把这个空的值看能不能给预测出来。然后第一种最简单的就是这个用均值填充大概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单元格空了，然后你把它这一列的值给均值给算一下，然后用它的均值替代它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还有呢像一些这个中位数填充，就是你统计一下这一列的所有数据的中位数多少，你填上去就行了。然后还有些呢就是做一个基于这种最近邻的然后进行填充。它的意思呢，它一般是按照行最近邻，然后呢比如说我的目标的我的这个假设我这里是空的，那么我要对它填充呢，有可能假设这是第 I 行，那么我就找出来和它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某一行，比如说我找到是吧？我找到这个这一行呢，它的这个跟第 I 行呢是比较相似的，那么有可能我就用这个J 这么一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值，比如说我这里是有值的，然后呢我给它填充过去就好。这种就是基于这种最近邻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来去做空单元格的填充。然后呢，还有一类这个方法呢，它就更加的偏这种机器学习一点，然后复杂一点，就是用这种设计一个机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来预测一下这个空的值的这样的一个具体值。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单元格的这样的一个填充，然后同样的，你想像 metadata 其实也有可能是缺失的比如说这一个列的这个名字是什么呢？有时候呢我们也是会缺失的。那么怎么预测呢？这其实也是这个很多人在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目前呢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用大模型去做，因为大模型呢它很容易理解这个，因为它其实里面内容大部分很多时候都是偏这种文本一点它还有这种表的这样的一个名字，这种文本它很容易能推测出来。然后第三类的这样的一个表格数据处理呢，就是这种错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应该就是对于一些这个
街道，然后呢，在上面这张表呢，它把一些属于这个加拿大或者说属于这个美国的然后呢给写成了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拿的这个表格数据呢是正确的数据，所以说呢我们要给它修改过来然后才能方便我们后续的去做这种机器学习啊或者数据挖掘的这个任务。所以说呢这种错误数据修复它其实就包含了那么2个或者说是3个这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第一个过程呢，就是你要找到哪些数据是错的。比如说，你可以使用一些这个基于规则的数据，比如说你这一列呢，它表格它不是有这个数据类型嘛？比如说这一列都应该是 int， 那么比如说里面这一列呢有一个元素它不是 int， 那它显然应该是错的这种是基于这种规则或者当然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规则，比如说它有时候会定义一些这种不同列之间的约束关系有点像勾股定理似的，是吧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假设这个约束呢它不满足，那么大概率这个数据呢应该也是错的。然后其他的这个方法也就是那种基于这种机器学习模型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训练一个机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让它自动的去找到那些错误的这个数据好，那假设我们找到了哪些数据是错的，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错的地方就给它标识上，或者说给移除掉，然后呢再让这个空的地方呢进行这个填充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单元格填充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像什么用均值用中位数甚至是这个训练一些这个机器学习模型然后进行这个填充进行这个预测和填充这样来做而且呢这种修复一般来说呢我们有时候会给它标识一下然后就相当于说所以我现在给你这些清理好的数据，但是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事儿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数据的这个信任度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说我对于我没有动的这个数据那么它其实是这个原始数据，就是说它的这个真实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对于我这种修复的这样的一些条目它其实它的这个真实度或者它那个忠于原始数据的这种程度显然是大大降低了虽然哪怕它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为了方便后续呢进行这个更加这个多样化的，或者说更加那个这个贴近于这个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分析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给这种预处理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加上一些这个标识告诉他们说我这个预处理过了，那么你们后面这个做分析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是这个数据分析，就是说做这个表格数据预处理经常所要遇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的一些这个解决方案。对。好，我们休息会儿。